好，再回到環球大戰線，我們這一集最後的一個討論主題呢，是故事要從一場太空緊急調度開始講起哦。中國的太空船神舟22號呢，在短時間內被推上了這個發射塔，它是載滿物資的無人駕駛哦，然後奔赴了距離地球上空400公里的中國空間站。這不是一場例行任務哦，不是說規劃了很久，是緊急的任務，因為幾乎是貼着臨界點的救援行動。3位的中國太空人在日前呢，他們原本月初計劃要搭乘神舟20號返回艙要回到地球的，但是这個返回艙呢出現了一個問題，就是它的舷窗的玻璃啊出現了裂紋。這個事情如果放在我們地球上還好，但如果在太空呢，就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。大家看過這個科幻電影，一旦駕駛艙破掉，這個人都會被吸出去，會瞬間成為一個這個失重真空的一個情況，所以無法滿足這個安全出行的任務。那怎麼辦呢？於是呢，中國政府就馬上籌劃了這個22號的任務，然後馬上發上去，為他們補充物資啦、維修設備啦，然後克服了這個種種的困難。目前看起來任務是圓滿達成，但是當中的技術細節啦、克服難點，真的太厲害了。大仙委員怎麼看這一次這個了不起的任務？是，這的確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任務哦。就是說，事實上原本要搭乘神舟20號的這個返回艙的這些太空人，在9天之後啊，他們就搭了神舟21號的返回艙先回來了。我為什麼要講9天之後這件事情哦？各位還記得當時 NASA 的太空人在太空中滯留了多久嗎？他滯留了9個月啊！原來說9天。對啊，一個是9個月，一個是9天吶、啊。大家看這有多大的差別？這9個月幾乎把 NASA 的太空人完全折騰完了，整個身體都變形了，变成瘦成這個樣子。對啊，所以基本上中國做得到9天哦。就從神舟12號他們當時發動這個載人飛船之後，他們的策略是什麼？就是我發一備一。我發射一個上去，我就準備一個在這裡了。所以今天就是因為他們有這樣的一個策略，所以他們才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，讓這些太空人在9天後先搭神舟21號回來，然後接着神舟22號無人太空船送上去，再把相对的物資送上去，把維修的設備送上去。所以這可以再一次的展現一件事就好了。看看 NASA， 再看看中國的這個空間站，你就知道2個。這個國家甚至 NASA 還不是這個 NASA 自己哦 ，NASA 當時還集合了世界西方國家很多的太空的這些專家、哦，都沒有辦法拼得過中國。所以中國航天人3代的努力哦，在這一次的意外事件當中，再一次的得到了肯定跟證明了。好，這一次這個神舟22號呢，還有一個有趣的話題，就是它運送了很多的物資上去啊。那前段時間這些中國太空人在太空拍完的這些視頻呢，回傳到地球之後，大家都很驚喜啊，因為他們在太空呢，用一個太空烤爐哦，烤了非常多美味的食品。我們看到有烤雞翅、烤牛排，讓大家好像隔着這個熒幕都可以感受到哇，這個香氣噴噴而來。袁老師也常去中國大陸，對，孜然太好吃了，那個燒烤，對，那喜歡那個味道啊。現在不只是科技的先進，包含飲食文化，還有這種軟實力的，應該說硬科技、軟實力包裝。這一次的這個美食秀，讓中國的航天加分了多少？我跟你講哈，這個實在是遙遙領先的，因為大家都在跟着比較，現在沒得比了。因為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啊，這個神舟22號啊，可以說是3週一體了。我跟大家強調，因為你光是看到這個其實跟我們中秋節烤肉的價值差不多，就是感覺上都一樣嘛，就是感覺上他們自己能夠生活上非常好。這個其實是要長期住在太空啊，但是在高空400公里，這個技術到什麼程度啊？因為大陸原來是有3種計劃都變成3週一體，因為首先的話呢，這個神舟的話呢，到神舟21號剛剛就因為神舟因為神舟20號那個窗的玻璃的話，因為碎片擋，所以說就危險，所以做21號回来，到22號就要上去，這是神舟。神舟本來就是做這個事情啊，現在裡面有太空人嘛，要回來。天舟是運送食品跟維修物品上去的，有天舟啊，天舟是10號啊，這個專門運送的啊，這個叫做天舟。天舟的話呢，這次送到多少？600公斤啊，送到400公里啊，你知道這個光是說句良心話，你送6公斤都不簡單了。對，你不要說600公斤這個量的。另外還有一種夢舟啊，這個神舟22號夢舟是無人操作的上去的，這個夢舟1號借着這次3週一體，就是把這3件事情啊，這個神舟22號裡面帶的就是天舟再加上夢舟，全部集合在一起，到了天上去以後，那這樣子的情況下來講的話呢，他們
我覺得哈，就是2035年要登月啊，然後要搞登火星啊，要搞太空站啊。說實在話，我有點興奮啊，因為我覺得大陸搞這種太空科技，因為大家知道那個沃爾夫法案呢，原來中國大陸的天空就我們就是那個太空站哈，我們叫空間站，是完全被淘汰的。就不讓中國參加，不讓中國參加呢，意思也就是說，知道你遲早會很厲害，就沒想到來得這麼快，不想帶你玩了，不想帶你玩，你說不用你帶我也不會帶你玩的。所以說那個大陸在那個月亮挖出來的土壤以後啊，各國都給，就是不給美國，對不對？那這個當然是一種動作了。所以如果我是太空人，我一定要当中國大陸的太空人，我不要当美国。不是，我刚太危险了。我刚刚那照片，我以为是鬼故事，你知道，那個女人變成鬼故事主角了。好，所以大家又討論到回來一個問題，就是要拿對照組出來比較了。我們剛剛提到了 NASA 太空人上去簡單一個任務，結果被迫滯留了9個月的時間。反觀中國這一次展現救援任務快很準的行動。所以呢，從這件太空事件的敘事來看，我們知道 NASA 已經是一個外包體制了，它結合了不管是 SpaceX 還是亞馬遜老板的藍源，還是其他的維珍，反正就集結了所有的商業來搞這件事情。那中國國家航天局他們是舉國體制，由國家來主導這件事情。兩個體制在這一次的事件上，我們看到的是非常不一樣的一個差異。所以幹哥覺得未來中美還是說中國對抗其他不同的太空體制，你覺得這件事情之後是不是出現一個此消彼長的回合？对，这不但是此消彼長，而且我可以跟各位講，還記得2015年的電影嗎？叫做《絕地救援》。大家在看那個電影的時候，有沒有看到一個很重要的部分？就是說，中國航天局決定伸出援手，去把麥特戴蒙男主角給救回來。大家都說你這小說看太多，10年前的小說家就已經告訴你，他不是隨便寫的，因為大導演雷利·斯考特他在拍這部電影的時候。他曾經去問了很多專家，當時就講到這一段，說萬一美國太空人在去火星的途中，馬斯克，你聽清楚啊，你不是要登陸火星嗎？一定要跟中國弄好的。其實老實講一句，有很多觀念都是從中國這邊帶去的。那時候他們就那個電影的橋段就是說很簡單，因為要去救麥特戴蒙的那個戰神4號，就發生了爆炸啊，等於沒有船可以用了，所以中國航天局決定派出太陽神火箭來去幫美國，然後你知道那個時候美國不知道你有太陽神的，是中國航天局主動告訴他說：“我們來幫你忙好了，我們派船來幫你。”10年前的小說，你現在看到了，在神舟12號、神舟22號上面，它已經呈現了。他現在是自己去修理他的東西，剛大前有講嘛。它是發一備一，為什麼？我今天飛上去，萬一出了毛病，我有備份的火箭，我有備份的長征火箭。長征火箭不是說你從倉庫裡面拖一架出來就可以啊，一艘太空船，一架火箭，那個是幾十億美金的東西啊，先備的。也就是說，我們都有準備，準備什麼？準備萬一任務出了任何差錯的話，我們就有準備。這次是去為了修一片窗戶。你認為說修一片窗戶，你知道在太空裡面是零重力嗎？它是完全就是等於是沒有空氣的狀態，這一個東西要怎麼修？那你就想着說，其實中國航天局的專家們他都想好了，你要帶什麼材料上去，你要怎麼修，你要教這些太空人怎麼做，怎麼操作，就有點像你看電影《阿波羅13》，那個完全沒有東西，你要伸出東西來把它修好。現在神舟那個20號所遇到的問題就是一樣，那片窗戶被什麼？被太空垃圾給擊中了，金屬好像產生的龜裂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它有可能會擴大啊，也不一定，完全是靠天吃飯。所以這是其實你看一個小小的事情，但是是大手術。航天局他就可以派得出這些人去做，他就可以派得出這些設備去做。你要流口水的不是只有那個新鮮蔬菜好嗎？對，我們看到那個新鮮蔬菜，我們很驚訝說，因為為什麼？因為我們就說，我們以前當記者的時候，我們看這個事情，我們看這個就是國際啊、科技啊以及太空新知，我們從來就沒有想到說，你在太空站裡面可以吃到蔬菜，因為那都是壓縮的，都放在牙膏盒裡面，讓你用擠的。你現在既然可以吃到新鮮送上去的，當然。它那個蔬菜的這個保存期限不會太久，但是你就可以跟你講說，我們今天的神舟計劃
使用長征火箭的這個搭配，在未來是不是有一天真的發生了美國太空船在火星任務之中戰神5號失事的時候，我們的太陽神計劃也能夠馬上去來幫國際任務？絕地任務的這個制片，我現在講的是真正的制片，他叫金伯格啊，他真的在后來電影上映的時候，他講了一句話說：如果今天美國人發生了任何問題。